我常说一句话，人过了60岁，有5个地方打死也不能去，去了福报会被吸光，晚年必定凄凉。这话可不是我吓唬你，这是我看了太多真实的案例，用血和泪换来的教训。你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现象？同样都是退休的人，有的人晚年过得神采奕奕，儿孙绕膝，有的人却疾病缠身，孤苦伶仃。这差别从哪里来的？就从他们去过什么地方，接触过什么人来的。我认识一位老张，退休前是个厅级干部，身体健康，儿女孝顺，存款丰厚，可以说是人人羡慕的对象。60岁退休那年，他精神抖擞，逢人就说要好好享受人生。结果呢，他经常去一些不该去的地方。3年后我再见到他的时候，整个人都变了样，积蓄散尽，儿女反目，疾病缠身，70岁不到就走了。临终前他握着我的手，眼泪直流，说了一句话让我至今难忘。他说早知道就不去那些地方了。你说这是偶然吗？不是的，我见过太多这样的例子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易经里讲的磁场相吸相斥的道理，是老祖宗几千年验证下来的生存智慧。60岁在古人看来是一个特殊的年纪。为什么叫60甲子？因为天干地支循环一变，正好是60年。这是一个完整的轮回。从60岁开始，你的一举一动，接触的每一个人，去过的每一个地方，都在决定你晚年是享福还是受罪，到底是哪5个地方？为什么去这些地方会如此严重？今天我就把这个道理给你讲透，希望你能听进去，能避免晚景凄凉。第一个不能去的地方，就是怨气聚集之地。什么叫怨气聚集之地？就是那些整天充满抱怨、充满负能量的地方。那些人聚在一起，不是骂这个，就是怨那个，说政府不好，说社会不公，说儿女不孝，说老伴不体贴，反正就是怨天怨地怨命运。你可能会说，我去那里只是听听，又不是我在抱怨，有什么关系呢？关系大了。易经里有句话叫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相同频率的东西会互相吸引。你长期待在负能量的环境里，你自己的磁场就会被改变。人的身体是有气场的，中医讲究气血，气顺了血就通，血通了百病不生。但是如果你整天接触那些怨气冲天的人，听那些负面的话，你的气就乱了，气一乱，身体就出问题。你看那些长寿的老人，哪个是整天抱怨？都是心态平和、知足常乐的人。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位退休教师老王，这个人原本是个开朗乐观的人，退休前在学校里深受学生喜爱，同事关系也处得很好。退休后的头1年，日子过得挺舒心，每天散散步，看看书，偶尔跟老同事聚聚。但是后来他认识了几个老太太，这几个老太太有个习惯，就是每天下午都在小区的凉亭里聚会。聚会干什么呢？就是互相诉苦。你说你家儿媳妇不好，我说我家女婿不孝，他说他老伴不体贴，反正就是一肚子怨气。老王刚开始去，只是觉得热闹，听听别人的故事。后来慢慢的，他也开始加入抱怨的行列，开始觉得自己的儿子够关心他，开始觉得自己的退休金太少，开始觉得这个社会对老年人不公平。1年下来，这位原本开朗的老王整个人都变了，脸色发黄，精神萎靡，动不动就生气，
动不动就跟家人吵架，儿子说他变了个人似的，带他去医院检查，医生说是轻度抑郁。你说这是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长期待在那个负能量的圈子里，被那些怨气污染。中医有句话叫做怒伤肝，忧伤肺，思伤脾，恐伤肾，惊伤心。这就是七情六欲对身体的伤害。你60岁以后，身体的各项机能都在走下坡路，本来就需要好好保养，你还要去那些充满怨气的地方，这不是自己找罪受吗？老祖宗讲，养生首先要养的就是这气，气养好了，精神就好，精神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健康。所以我常说60岁以后要学会养气，不能泄气。什么叫养气？就是要接触正能量的人，去正能量的地方，听正能量的话，做正能量的事。道德经里有句话说得好，上善若水，水善利万物而不争。你要像水一样清澈，像水一样柔软，不要被那些污浊的东西污染。你可能会问，那我怎么判断哪些地方是怨气聚集之地呢？很简单，你去到一个地方，跟一群人在一起，如果你听到的都是抱怨，都是负面的东西，如果你待了一会儿就觉得心里堵得慌，觉得浑身不舒服，那这个地方就是怨气聚集之地，你要赶紧离开。有些人可能会说，那都是我的老朋友，我不去不好意思。我告诉你，到了60岁这个年纪，你要学会为自己活，你的健康，你的晚年幸福比任何面子都重要。远离那些负能量的人和地方，这不是自私，这是对自己负责，也是对家人负责。第二个不能去的地方就是过度耗神之地。什么叫过度耗神之地？就是那些让你精神高度紧张，消耗你元气的地方。最典型的就是赌场和麻将馆。你可能会说，打麻将不是娱乐吗？没错，适度的娱乐是可以的，但是如果你沉迷其中，每天都要打上10几个小时，那就不是娱乐了，那是在消耗你的生命。我们中国人讲究精气神三宝。什么是精？精就是你身体里的精华物质。什么是气？气就是你的生命能量。什么是神？神就是你的精神状态。这3样东西是相互关联。精满则气足，气足则神旺。你60岁以后，身体的精气已经不如年轻时候了。如果你还不懂得珍惜，还要去那些过度消耗精神的地方，那你的身体很快就会垮掉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做损卦，还有一卦叫做益卦。损就是减少，益就是增加。你要明白什么东西在损耗你，什么东西在增益你。你赌博，长时间打麻将，这些都是在损耗你的精气神。你看那些赌徒，哪个有好下场？都是面容憔悴，神情恍惚，身体天不如一天。我跟你讲另一个故事，有个老李，退休前是个银行的副行长，退休的时候身体很好，每年体检都说他比实际年龄年轻10岁。退休后的头几个月，他也是规规矩矩过日子，每天散步，练练太极。但是后来他的几个老同学把他拉到了一个麻将馆，说大家一起玩玩打发时间。刚开始老李也是抱着娱乐的心态过去打打，但是麻将这个东西有个特点，就是容易上瘾。慢慢的，老李去麻将馆的次数越来越多，从1周1、2次变成了每天都去，从打2、3个小时变成了打10几个小时。他的家人劝他，他还不高兴，说这是他的自由，他退休了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。结果2年下来，老李的身体
出了大问题，先是血压升高，接着是糖尿病，最后有一天在麻将桌上突然中风，半边身子瘫痪了，送到医院抢救回来，但是下半辈子只能坐轮椅了。你说他的儿女多痛苦，本来父亲身体好好的，可以帮忙带孙子，可以享受天伦之乐，现在好了，但不能帮忙，还要儿女伺候，这不是给家人添负担吗？这就是过度耗神的后果。为什么打麻将会这么伤身体？因为打麻将的时候，你的精神高度集中，你的情绪随着输赢波动，赢了高兴，输了生气。这种情绪的起伏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的，而且长时间坐着不动，血液循环不畅，对心脑血管的压力很大。60岁以后的人，血管本来就开始硬化，你还要这样折腾，不出问题才怪。老祖宗讲究中庸之道。什么叫中庸？就是不偏不倚，适可而止。娱乐可以，但要适度，要懂得节制。我常说60岁以后要动静结合，动是要适度运动，散步，打太极，游泳，这些温和的运动对身体有好处。静是要静心养神，看看书，听听音乐，练书法，这些活动可以让你的心静下来，让你的精神得到休息。千万不要去那些让你精神高度紧张，让你情绪大起大落的地方，那些地方只会消耗你的生命，缩短你的寿命。第三个不能去的地方，就是是非纷争之地。什么叫是非纷争之地？就是那些充满矛盾、充满争执、充满口舌是非的地方。人到了60岁，最需要的是什么？是清静，是安宁，是内心的平和。如果你还整天卷入各种是非当中，你的晚年不可能幸福。周易里有句话说得好，吉人之辞寡，造人之辞多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有福气的人话少，心浮气躁的人话多，话多必失，言多必败，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。你看那些喜欢搬弄是非的人，哪个有好下场？他们今天说这个人的坏话，明天说那个人的坏话，最后所有人都讨厌他，都离他远远的。是非就像一个漩涡，你一旦卷进去就很难出来。而且最可怕的是，是非会消耗你的福报。什么是福报？福报就是你这一生积累的福气。你做了好事，你积了德，你就有福报。但是如果你整天搬弄是非，说人闲话，挑拨离间，你的福报就会慢慢减少。佛家讲因果报应，你种什么因就得什么果。你今天说别人的是非，明天别人就会说你的是非。你今天挑拨别人的关系，明天你自己的关系就会出问题。这不是迷信，这是规律。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例子。有个老刘，这个人心地不坏，就是特别热心肠，看到别人有矛盾就想去调解。退休后，他更是把这个当成了自己的事业。邻里之间有纠纷，他去调解；亲戚之间有矛盾，他去调解；甚至陌生人之间有争执，他也要去劝架。刚开始大家还觉得他是个热心人，但是时间长了，问题就出来了。因为很多矛盾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清楚的，往往是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老刘帮了这边，那边就高兴；帮了那边，这边就有意见。结果呢，他本来是去调解矛盾的，最后反而自己成了矛盾的中心。有人说他偏心，有人说他多管闲事，甚至有人因为他的调解不满意，
直接把他告到了居委会。更严重的是，他的儿子因为一件事跟邻居发生了纠纷，老刘本来想去调解，结果他的儿子不但不领情，反而埋怨他说他总是帮外人说话，帮自己家人。就这样，老刘的晚年过得一点都不安宁，到处是是非，到处是矛盾，到处是口舌。70多岁的时候，他得了一场大病，躺在病床上的时候，他跟我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早知道就不管那些闲事了，现在想想真是何苦呢？这个故事给我们什么启示？就是60岁以后要学会守住自己的界限，不要随便介入别人的是非。每个家庭都有每个家庭的问题，每对夫妻都有每对夫妻的矛盾，这些都是他们自己的事情，你管得了一时，管不了一世，而且很多时候你的好心反而会办坏事。儒家讲究慎独，什么叫慎独？就是在一个人的时候也要谨慎，要管好自己的心，守住自己的行为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更要懂得慎独，管好自己的嘴，守住自己的心。论语里说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。该看的不要看，该听的不要听，该说的不要说，该做的不要做。这4句话看起来简单，做起来很难。但是如果你能做到，你的晚年一定会很安宁。第4个不能去的地方，就是不义之财聚集地。这个可能是最危险的一个地方，因为它往往打着各种诱人的旗号，让你防不胜防。什么叫不义之财聚集地？就是那些通过非法手段或者灰色手段来获取钱财的地方。最常见的就是各种非法集资，各种投资骗局，还有一些打着理财旗号的传销组织。为什么老年人特别容易被这些骗局盯上？因为退休后很多人手里有点积蓄，又想让钱生钱，再加上有些人觉得退休金不够花，想多赚点钱，就很容易被那些高额回报的承诺吸引。我告诉你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那些承诺给你高额回报的 99% 都是骗子。易经里有句话说得好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积累善行的家庭一定会有好的回报，做坏事的家庭一定会有灾祸。你贪图不义之财，最后受伤的一定是你自己。很多人可能不理解，觉得这是迷信。我告诉你，这不是迷信，这是因果。你想想看，那些非法集资的钱从哪里来？都是从其他受骗者那里来的。你今天拿了这个钱，你觉得你赚了，实际上你是在拿别人的血汗钱。这种钱能给你带来幸福吗？不可能的。就算一时半会没出事，迟早也会出问题。我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例。有个老陈，退休前是做生意的，手里有几百万积蓄。退休后，有个朋友找到他，说有个特别好的投资项目，保证年回报 30%， 而且是每个月都能拿到分红。老陈一听这么好的事，心动了。那个朋友还拿出一大堆证书，一大堆合同，看起来非常正规。老陈先拿了50万试试水，结果头几个月真的每个月都能拿到分红。老陈一看这是真的于是把剩下的钱全部投了进去，还把儿子准备买房的钱也投了进去，总共投了300多万。刚开始的1年，确实每个月都能拿到分红。老陈高兴得不得了，还到处跟人炫耀，说自己找到了发财的门路。但是第2年问题就来了，先是分红开始延迟，说是资金周转有点困难，让大家再等等。老陈心里有点不安，
但是想着已经投了这么多钱，总不能现在撤吧，又等了几个月，分红彻底停了，然后那个朋友也联系不上了，办公室人去楼空，老陈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，报警之后才知道这是一个庞氏骗局，用后面投资者的钱给前面投资者分红，等资金链断裂，操盘手就跑路了。老陈的300多万最后只追回来不到20万，这一下把老陈的晚年全毁了。儿子因为买不了房跟他翻脸，老伴因为失去了养老钱每天以泪洗面，老陈自己也得了抑郁症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70岁不到人就走了。你说这是什么？这就是贪图不义之财的下场。我再强调一遍，60岁以后你手里的钱是你的养老钱，是你的保命钱，千万不要想着去投资去赚快钱。你要记住一句话，你看重的是别人的利息，别人看重的是你的本金。任何承诺高额回报的项目，你都要警惕，都要远离。老子说得好，命由我造，福自己求。你的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，你的福气也是你自己求来的。怎么求？不是靠投机取巧，不是靠贪小便宜，而是靠踏踏实实做人，老老实实做事。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。这个道就是正道，就是正当的途径。你通过努力工作赚来的钱，那是你应得的。但是你想不劳而获，想一夜暴富，那就是违背天道，迟早要出问题。60岁以后，你更要守住你的德行底线。钱财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你留给儿女最好的财富，不是钱，而是你的品德，你的家风。第5个不能去的地方，就是违背天命之地。这是最高层次的一个了，也是最容易被人忽略的一个。什么叫违背天命之地？就是那些不符合你身体状况，不符合你实际情况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地方。简单说，就是那些你不该去的地方。很多人退休后有一个心态，觉得自己辛苦了一辈子，现在终于有时间了，要到处走走，要去看看这个世界。这个想法本身没有问题，旅游散心，开阔眼界，这是好事。但是你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安排，不能逞强，不能硬撑。易经里说，天行健君子，以自强不息。这句话很多人都知道，但是后面还有一句，地势坤君子，以厚德载物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天道刚健，所以君子要自强不息，地道柔顺，所以君子要厚德载物。到了60岁这个年纪，你要懂得适可而止，要懂得顺应自然。什么叫知天命？很多人以为知天命就是认命，就是消极地接受命运的安排，错了。知天命不是认命，而是懂得顺应自然规律，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。你年轻的时候身体好，精力旺，去爬珠穆朗玛峰都没问题。但是你60岁了，你的心肺功能，你的骨骼关节都不如从前了，你还非要去高原，非要去极寒极热的地方，那就是违背天命，就是在跟自己的身体过不去。我跟你讲最后一个故事。有个老赵，退休前是个处级干部，身体一直不太好，有高血压，有心脏病，医生多次告诫他要注意休息，不要去高海拔地区。但是老赵有个心愿，就是想去西藏看看，他觉得西藏是圣地，是洗涤心灵的地方，一生一定要去一次。退休后，他的子女都劝他不要去，说他身体不适合，但是老赵不听，
说这是他的梦想，一定要实现。结果去了西藏，第二天就出现了严重的高原反应，呼吸困难，心跳加速，被紧急送到医院，在医院抢救了3天3夜，虽然命保住了，但是心脏受损，从此以后只能长期吃药，生活质量大大下降。他的老伴埋怨他说：你这是何苦呢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去冒险。老赵自己也后悔了，但是已经晚。这就是违背天命的后果。你的身体给你发出了信号，医生给你提出了警告，但是你不听，非要一意孤行，那最后受伤的只能是你自己。什么叫天命？天命就是自然规律，就是你身体的真实状况。你60岁了，你的身体机能在下降，这是自然规律，你不能违背。你身体不适合去的地方，你就不要去；你身体不适合做的事情，你就不要做。这不是认输，这是智慧。老子说：知人者智，智之者明。能够了解别人的人是有智慧的，能够了解自己的人是高明的。你要了解自己的身体，要听从身体的信号。你的身体会告诉你什么能做，什么不能做。你累了就要休息，你困了就要睡觉，你不舒服就要看医生，不要逞强，不要硬撑。中庸里说：至中和，天地未焉，万物欲焉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达到中正平和的状态，天地就能各居其位，万物就能生长发育。人也是一样，你保持一个平和的状态，你的身体就能健康，你的生活就能顺遂。什么叫中和？就是不偏不倚，恰到好处。你不能太激进，也不能太消极，你不能什么都不做，也不能什么都想做，要找到一个平衡点，找到一个适合你的状态。讲到这里，我已经把5个不能去的地方都给你讲清楚了。你可能会问，这5个地方有什么共同点吗？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会损害福报，会导致晚景凄凉？我告诉你，这5个地方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在违背天道，都在消耗你的福报。什么是天道？天道就是自然规律，就是宇宙的法则。易经的核心思想就是教我们如何顺应天道，如何趋吉避凶。怨气聚集之地，违背了和谐之道。你看大自然阴阳平衡，万物和谐，这就是天道。你去那些充满怨气的地方，就是在破坏这种和谐，你的磁场就会失衡，你的运势就会下降。过度耗神之地，违背了中庸之道。天道讲究平衡，过犹不及。你过度消耗精神，就是在透支生命，这怎么可能不出问题？是非纷争之地，违背了清净之道。水静则清，心静则明。你整天卷入是非，你的心就不可能清净，你的智慧就不可能开启。不义之财聚集地，违背了因果之道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，这是因果规律。你贪图不义之财，就是在种恶因，迟早会得恶果。违背天命之地，违背了顺应之道。天道运行有其规律，你顺应它就顺风顺水，你违背它就处处碰壁。所以你看这5个地方本质上都是一样的，都是在让你偏离正道，都是在消耗你的福报。那么福报是什么？福报不是凭空而来的，是你一生积累的善行，是你做人做事的结果。你做了好事，你积了德，你就有福报。但是福报不是无限，它会随着你的行为而增加或减少。你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你的福报就会减少。等你的福报消耗完了，你的晚年就会凄凉。
60岁是人生的一个重要关口。古人说30而立，40不惑，50知天命，60耳顺。什么叫耳顺？就是听到什么话都能够平心静气的接受，不会轻易被外界的东西影响。这是一种境界，是一种修养。但是要达到这种境界，你就必须远离那些不好的影响，远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。你想想看，你辛苦了一辈子，好不容易熬到退休，本来应该是享福的时候，如果因为去了不该去的地方，做了不该做的事情，导致晚年凄凉，那是多么可悲的事情。你对得起自己吗？你对得起家人吗？所以我今天把这些话讲给你听，就是希望你能够警醒，能够避免这些错误。60岁以后，你要记住几个原则。第一，要守住你的心，不要被外界的诱惑所动，不要被别人的话语所扰。你的心静了，你的生活才能安宁。第二，要守住你的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更是享福的基础。你把身体照顾好了，你才能享受晚年的幸福。第三，要守住你的德行是你一生最宝贵的财富，也是你晚年最大的保障。你德行好了，自然有福报，自然有人愿意亲近你，帮助你。第四，要守住你的命。什么叫守住你的命？就是顺应自然规律，不要违背天道，不要做那些超出你能力范围的事情。我再跟你讲讲60岁以后应该去什么地方，应该做什么事情。这是正面的指引。你把这些做好了，晚年自然幸福安康。第一个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大自然。为什么要去大自然？因为大自然是最好的疗愈之地，是最能补充能量的地方。你看那些树木花草、山川河流，它们都在默默的生长，默默的流淌，没有怨言，没有争执，这就是天道的体现。多去大自然走走，呼吸新鲜空气，感受阳光雨露，你的身心都会得到滋养。老子说，人法地，地法天，天法道，道法自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人要效法大地，大地要效法天，天要效法道，道要效法自然，自然是最高的法则。你多接触自然，你就能领悟到天道的智慧。我建议你每天早上去公园散散步，看看花草树木，听听鸟叫虫鸣。如果条件允许，周末可以去郊外爬山，看看水，这些都对身心有极大的好处。第二个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图书馆或者书店。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？因为读书可以养心，可以真智，可以明理。孔子说，学而时习之，不亦说乎？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，不是说你退休了就不用学习。恰恰相反，60岁以后你有了时间，更应该好好读书，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。读什么书呢？我建议你读经典，读儒家的书、道家的书、佛家的书，这些书里都蕴含着深刻的人生智慧。你年轻的时候可能没时间读，现在有时间了，正好可以好好品味。读书不是为了炫耀，不是为了跟别人比，而是为了提升自己的境界，让自己的内心更加充实，更加平和。我认识一位老先生，退休后每天都去图书馆待上几个小时，10年下来读了上千本书。他跟我说，这10年是他人生最充实、最快乐的10年。他不但学到了很多知识，更重要的是他的心境提升了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不一样。
他说现在回头看年轻时候的自己，觉得当时真是太狭隘了，太执着了。这就是读书的好处，它能让你看得更远，想得更深，活得更明白。第三个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寺庙或者道观。你可能会说，我不信佛，不信道，去那里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去寺庙道观不一定是为了烧香拜佛，而是为了感受那种清静的氛围，为了让自己的心静下来。寺庙道观往往建在山清水秀的地方，环境优美，空气清新，而且那里的氛围特别安静祥和，你去那里走走，自然会感到心情舒畅。佛家讲究修心，道家讲究养性，这些都是我们60岁以后应该学习的。你不一定要信仰宗教，但是你可以学习他们的智慧。佛家教我们放下执着，慈悲为怀；道家教我们顺应自然，无为而治。这些智慧对我们的晚年生活都有很大的帮助。我有个朋友，退休后经常去附近的一个寺庙，不是去烧香拜佛，而是去那里坐坐，静静心。他说每次去完寺庙，整个人都感觉轻松了很多，心里的烦恼也少了很多。后来他还跟寺庙里的师父学习打坐，每天早上打坐半小时，坚持了几年，身体越来越好，心态也越来越平和。这就是环境对人的影响。你去好的地方，你就会受到好的影响。第4个应该去的地方就是老年大学或者兴趣班。为什么要去这些地方？因为学习新东西可以让你的大脑保持活力，可以让你的生活更加丰富多彩。而且在老年大学或者兴趣班，你可以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大家一起学习，一起交流，这种感觉特别好。你可以学书法，学绘画，学音乐，学舞蹈，什么都可以。不要觉得自己年纪大了学不会，活到老学到老，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。而且学习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享受，你不是为了成为大师，而是为了充实自己，快乐自己。我认识一位老太太，65岁开始学钢琴，很多人都笑话她，说这么大年纪了还学什么钢琴？但是她不管别人怎么说，坚持每天练习，5年下来，她已经能弹奏很多曲子了。她跟我说，学钢琴让她找到了生活的乐趣，每天都有盼头，每天都很充实。而且她在钢琴班认识了很多朋友，大家经常一起交流，一起演奏，晚年生活过得特别精彩。第5个应该去的地方就是家，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地方。为什么说家最重要？因为家是你的根，是你的港湾，是你晚年最大的依靠。60岁以后，你要多花时间在家里，多陪陪老伴，多看看儿女，多逗逗孙子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很多人退休后就想着到处跑，觉得在家里待着没意思，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家才是最温暖的地方，家人才是最亲的人。你在外面再风光，回到家里才是真正的放松。而且你多在家里，家人也放心，有什么事情也能及时照应。易经里有一卦叫家人卦，专门讲家庭的重要性。卦辞说家人利女贞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家庭和睦，对每个人都有好处。你把家庭经营好了，你的晚年就有保障。怎么经营家庭？就是要多沟通，多理解，多包容。夫妻之间要相互体贴，不要为了小事争吵。跟儿女之间要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不要管得太多，但也不要管。跟孙辈之间要慈爱，但不要溺爱。我见过很多家庭，老人把家庭关系处理得特别好，
一家人和和睦睦，其乐融融。这样的老人晚年过得特别幸福，有人陪，有人疼，有人照顾。反过来，有些老人不重视家庭，整天往外跑，跟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。等到老了需要人照顾的时候，才发现身边没有人，那时候后悔就晚了。说完了应该去的地方，我再跟你讲讲60岁以后应该做的几件事。这些事情做好了，你的晚年一定会幸福安康。第一件事，要养好身体。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更是享福的基础。60岁以后，你的身体机能在下降，各种疾病也开始找上门来，你必须好好保养。怎么保养？从3个方面下手。首先是饮食，要吃得清淡，吃得均衡，吃得适量，不要吃太油腻的东西，不要吃太咸的东西，不要吃太甜的东西，多吃蔬菜水果，多吃粗粮杂粮，少吃肉类油炸食品，而且要定时定量，不要暴饮暴食，也不要饥一顿饱一顿。中医讲究脾胃是后天之本，你把脾胃养好了，身体自然就好了。其次是运动，要适度运动，不要过量散步。太极拳、游泳、瑜伽，这些都是很好的运动方式。每天坚持运动半小时到1小时，对身体有很大的好处。但是要注意，不要做剧烈运动，不要逞强，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来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。最后是作息，要早睡早起，保证充足的睡眠，不要熬夜，不要睡得太晚。中医讲究子午觉，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1点要睡觉，中午11点到下午1点要午休。这2个时间段是阴阳交替的时候，你在这个时候休息，对身体的恢复特别有好处。第二件事，要修好心性。什么叫修心性？就是要让自己的心平静下来，让自己的性格变得温和。60岁以后，你不能再像年轻时候那样急躁，那样冲动了。你要学会平和，学会从容。怎么修心性？我给你几个建议。第一，要学会放下，放下过去的恩怨，放下过去的执着，放下过去的成就。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，你再怎么纠结也改变不了，不如放下，轻装前行。第二，要学会知足，知足常乐，这是千古变的真理。你有房子住，有饭吃，有家人陪伴，这就已经很幸福了。不要总是跟别人比，不要总是觉得自己不够。第三，要学会感恩，感恩生活给你的一切，感恩家人对你的照顾，感恩朋友对你的帮助。你心怀感恩，你就会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好。第三件事，要理好关系。人是社会性动物，离不开人际关系。60岁以后，你要把重要的关系理顺了，把不重要的关系放下。什么是重要的关系？家庭关系最重要，夫妻关系、亲子关系、祖孙关系，这些都要好好维护。其次是朋友关系，真正的朋友不需要多，3、5个知心朋友就够了。怎么维护关系？就是要真诚，要用心，对家人要多关心，多体贴，不要总是挑剔，总是抱怨。对朋友要真诚相待，不要虚情假意，而且要懂得界限，不要管得太多，也不要太疏远，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。第四件事，要积好福德。什么叫积福德？就是要多做善事，多积德行。60岁以后，你更要注重积德，
因为你积的德，但自己受益，子孙也受益。怎么积德？从小事做起，看到有人需要帮助就帮一把，看到有人有困难就伸出援手。不要小看这些小事，点滴积累起来就是大德。而且要注意口德，不要说伤人的话，不要说是非的话。你说出去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，收不回来。你今天说了伤人的话，明天别人就会记恨你。你今天说了是非的话，明天是非就会找上你。所以要管好自己的嘴，多说好话，多说善话，多说鼓励人的话。还要注意心德，就是你的起心动念要善良。看到别人好，要替人家高兴，不要嫉妒；看到别人不好，要替人家着想，不要幸灾乐祸。你的心善了，你的面相就会变得慈祥，你的气场就会变得祥和，别人自然愿意亲近你。第五件事，要留好后路。什么叫留后路？就是要为自己的晚年做好准备，不要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别人身上。你要有自己的养老钱，不要把钱都给了儿女，留一部分在自己手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你要有自己的住处，最好不要跟儿女住在一起，保持一定的距离，这样对双方都好。你要有自己的朋友圈，不要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家人身上，要有自己的社交生活。这不是自私，这是为自己负责，也是为家人减轻负担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你就不会成为家人的负担，家人也会更尊重你，更孝顺你。说到这里，我还要跟你讲讲60岁以后要避免的几个误区。很多人就是因为陷入了这些误区，导致晚年过得不幸福。第一个误区就是过度节俭。有些老人一辈子节俭惯了，退休后还是舍不得花钱，吃的用的都是最便宜，生病了也舍不得看医生，舍不得买药。这种过度节俭是不对的。你辛苦了一辈子，退休了就应该对自己好一点，该花的钱要花，该享受的要享受。当然不是让你大手大脚铺张浪费，而是要适度消费，合理消费。你要明白，钱是用来花的，不是用来存的。你存再多的钱，如果不花，有什么意义？而且你过度节俭，身体得不到好的照顾，最后生病了，花的钱更多。所以要学会适度消费，该吃好的就吃好的，该穿好的就穿好的，该看病就看病，不要舍不得。第二个误区就是过度操心。有些老人退休后闲不住，总是操心这个操心那个，儿女的事情要操心，孙子的事情要操心，甚至邻居的事情也要操心。这种过度操心对身体不好，对关系也不好。你要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路要走，你不可能替他们走。儿女已经长大了，他们有能力处理自己的事情，你不要管得太多。孙子有他们的父母照顾，你也不要管得太多。你把自己照顾好了，这就是对家人最大的帮助。老子说，无为而治。什么叫无为？不是什么都不做，而是不要过度干预，要顺其自然。你该做的做了，剩下的就交给他们自己，这样大家都轻松。第三个误区就是过度怀旧。有些老人总是活在过去，总是念叨当年如何如何，总是觉得过去比现在好。这种过度怀旧会让你失去对现在的感受，失去对未来的期待。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再怎么怀念也回不去了。与其活在过去，不如珍惜现在，享受当下。你现在虽然老了，
但是你有时间、有自由、有经验、有智慧，这些都是年轻人没有的。你要学会欣赏现在的生活，发现现在的美好。佛家讲究活在当下，什么意思？就是不要总想着过去，也不要总担心未来，而是要专注于现在这一刻。你现在在做什么，就专心做什么。你现在在吃饭，就好好品味食物的味道。你现在在散步，就好好感受阳光和微风，这样活着，你才能真正感受到生命的美好。第四个误区就是过度依赖。有些老人退休后，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女身上，觉得儿女应该照顾自己，应该陪伴自己。这种过度依赖会给儿女造成很大的压力，也会让自己失去独立性。你要明白，儿女有他们自己的生活，他们有工作，有家庭，有孩子要照顾，他们可能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。你不能因为他们不常来看你就生气，不能因为他们忙于工作就觉得他们不孝顺。你要学会独立，学会自己照顾自己，学会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。而且你越是独立，儿女越是尊重你。你什么都依赖他们，他们反而会觉得你是负担。你能够自己照顾自己，他们反而会更关心你，更孝顺你。这就是人性，你要懂得这个道理。第五个误区就是过度攀比。有些老人总是喜欢跟别人比，比谁的儿女有出息，比谁的孙子聪明，比谁的退休金高，比谁的身体好。这种攀比心态会让你永远不满足，永远不快乐。你要明白，每个人的命不一样，每个人的福报不一样，你不能拿自己跟别人比。别人的儿女有出息，那是别人的福气。你的儿女虽然普通，但是孝顺，这也是你的福气。别人的退休金高，但是身体不好，你的退休金虽然不高，但是身体健康，这也是福气。庄子说，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真正有境界的人，不会执着于自我，不会执着于功名，不会执着于名声。你到了60岁这个年纪，更应该放下这些执着，不要再跟别人比，要跟自己比。你今天比昨天进步了，这就够了。你今天比昨天快乐了，这就够了。讲了这么多，我再跟你说说60岁以后如何培养自己的福报。福报不是天生的，是可以培养。你做对了事情，你的福报就会增加；你做错了事情，你的福报就会减少。第一，要多行善事。善事不一定是做多大的事情，从小事做起就可以。看到路上有垃圾，你弯腰捡起来扔进垃圾桶，这就是善事。看到有人需要帮助，你伸出援手，这就是善事。看到流浪猫、流浪狗，你给他们一点食物，这也是善事。不要小看这些小事，积少成多，你做的善事多了，你的福报自然就增加了。佛家讲因果，你种善因就得善果。你今天帮助了别人，明天别人也会帮助你。你今天对别人好，明天别人也会对你好。这不是交易，这是自然规律。你的善行会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，让你的生活越来越好。第二，要多说好话，话语是有能量。你说好话就是在传播正能量，你说坏话就是在传播负能量。60岁以后，你更要注意自己的言语，多说鼓励人的话，多说赞美人的话，多说感恩的话。你看到别人做得好，就真诚地赞美他。
你看到别人遇到困难，就鼓励他，安慰他。你得到别人的帮助，就真诚地感谢他。这些好话说出来，不但让别人高兴，你自己也会感到快乐。而且你说的好话多了，你的人缘就会越来越好，你的福报也会越来越多。第三，要多存善念。什么叫善念？就是你的起心动念要善良。看到别人成功了，你要替他高兴，不要嫉妒；看到别人失败了，你要替他难过，不要幸灾乐祸；看到别人有困难，你要想着怎么帮助他，不要袖手旁观。你的念头虽然别人看不到，但是它会影响你的行为，会影响你的气场。你心存善念，你的面相就会慈祥，你的气场就会祥和，别人自然愿意亲近你。反过来，你心存恶念，你的面相就会凶恶，你的气场就会阴暗，别人自然会远离你。第四，要多积阴德。什么叫阴德？就是你做了好事，但不张扬，不求回报。你帮助了别人，但是你到处宣扬，不要求别人感谢你。这种默默无闻的善行就是阴德。为什么要积阴德？因为阴德的福报最大。你做了好事，到处宣扬，那你已经得到了名声的回报，福报就少了。你做了好事张扬，那你的福报就会积累起来，在你需要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。我认识一位老人，他一辈子都在默默地帮助别人，从来不张扬。他资助了很多贫困学生，但是从来不让学生知道是他资助的。他帮助了很多有困难的人，但是从来不要求回报。这位老人晚年过得特别幸福，身体健康，儿女孝顺，家庭和睦，这就是积阴德的福报。第五，要多惜福。什么叫惜福？就是要珍惜你现在拥有的福气，不要浪费。你有饭吃，就不要浪费粮食；你有衣穿，就不要随便丢弃；你有家人陪伴，就要好好珍惜。很多人不懂得惜福，有了福气还不知道珍惜，结果福气很快就用完了。你要明白，福报是有限，你浪费一点就少一点，所以要学会惜福，珍惜你现在拥有的一切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跟你讲讲60岁以后的人生境界。人生有3重境界，你达到了哪一重，你的晚年就会过得怎么样。第一重境界叫做有所求，这是最低的境界。你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得到回报，你帮助别人是为了让别人感谢你，你对家人好是为了让家人孝顺你。这种境界的人，晚年往往过得不太好，因为他们总是在计较得失，总是在期待回报。一旦得不到回报，就会失望，就会抱怨。第二重境界叫做无所求，这是中等的境界。你做什么事情都求回报，你帮助别人是因为你愿意帮助，你对家人好是因为你爱他们。这种境界的人，晚年往往过得比较好，因为他们不计较得失，不期待回报，所以不会失望，不会抱怨。第3重境界叫做忘我，这是最高的境界。你已经忘记了自我，你做什么事情都是自然而然的，不是刻意为之。你帮助别人就像呼吸一样自然，你对家人好就像吃饭一样自然。这种境界的人，晚年往往过得最好，因为他们已经超越了得失，超越了自我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你现在是哪一重境界？你想达到哪一重境界？这取决于你的修炼。从60岁开始，你还有时间，还有机会好好修炼，你就能达到更高的境界。最后，
我想说，60岁不是人生的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从60岁开始，你可以活出不一样的精彩，可以达到更高的境界，可以享受更深的幸福。关键是你要有这个意识，要有这个行动，要有这个坚持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按照我讲的这些去做，远离那5个不该去的地方。怨气聚集之地，过度耗神之地，是非纷争之地，不义之财聚集地，违背天命之地，多去那5个该去的地方。大自然、图书馆或书店、寺庙或道观、老年大学或兴趣班，家做好那5件该做的事情，养好身体，修好心性，理好关系，积好福德，留好后路，避免那5个误区：过度节俭、过度操心、过度怀旧、过度依赖、过度攀比，一点一点改变自己，一天一天修炼自己。不要急，慢慢来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等你到了70岁、80岁，回头看今天的选择，你会感谢自己，感谢自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，感谢自己没有走上歧途。那时候你会发现，你的晚年真的不一样，你的人生真的圆满了。记住，晚年幸不幸福，60岁就能看出来。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晚年的命运。好好珍惜这个关键时期，好好把握这个转折点，你的晚年就一定能幸福安康，儿孙绕膝，福寿双全。人生就像四季，春天播种，夏天耕耘，秋天收获，冬天储藏。60岁以后，你已经进入了人生的冬天。这个时候你要做的不是再去播种，再去耕耘，而是要收获，要储藏，要享受。你前半生种下的因，现在到了收获的时候；你前半生积的德，现在到了享福的时候。但是如果你懂得珍惜，如果你还要去那些该去的地方，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，那你就是在浪费你的福报，在毁掉你的晚年。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。易经里有一卦叫既济卦，还有一卦叫未济卦。既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事情已经完成了，功德圆满了。未济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事情还没有完成，还需要继续努力。60岁以后，你应该追求既济的状态，让自己的人生圆满，让自己的晚年幸福。怎么做到既济？就是要守住你已经拥有的，不要再去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。你已经有了家庭，有了儿女，有了一定的积蓄，这就够了。你要做的是守住这些，让他们发挥最大的价值，而不是再去冒险，再去折腾。孔子说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，什么意思？就是到了70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但是不会超越规矩，这是最高的境界，是自由和规矩的完美结合。但是要达到这个境界，你必须从60岁就开始修炼，必须从现在就开始改变。你要明白，晚年的幸福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修来的。你现在的选择决定了你晚年的命运。你选择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，你的晚年就会凄凉；你选择去那些该去的地方，你的晚年就会幸福。选择权在你自己手上，命运掌握在你自己手里。我今天把这些话讲给你听，不是要吓唬你，而是要提醒你，要让你警醒。我见过太多老人，就是因为不懂这些道理，导致晚年
过得很凄凉。我不希望你也走上这条路，我希望你能够吸取别人的教训，能够避免这些错误。人生苦短，转眼就是一生。你已经走过了60年，剩下的时间不多了，你要好好珍惜，不要再浪费时间在那些无意义的事情上，不要再把精力消耗在那些不该去的地方，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对的地方，用在有意义的事情上，让你的晚年过得充实，过得幸福，过得有尊严。老子说，知足不辱，知止不殆。什么意思？就是知道满足就不会受到侮辱，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遇到危险。这是人生的大智慧，也是晚年幸福的秘诀。你学会了知足，学会了知止，你的晚年就一定会幸福。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全部内容。这些话都是我的肺腑之言，都是我几十年观察总结出来的经验，希望对你有所启发，有所帮助，更希望你能够真正听进去，真正做到，让你的晚年过得幸福美满。祝愿每一位60岁以上的朋友都能远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，都能守住自己的福报，都能拥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。愿你们身体健康，家庭和睦，儿孙孝顺，福寿绵长。记住，人生下半场拼的不是财富，不是地位，而是智慧，是修养，是福报。你有了智慧，就知道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。你有了修养，就能够平和地面对一切。你有了福报，就能够安享晚年。从今天开始，从现在开始，好好修炼自己，好好积累福报，让你的晚年成为人生最美好的时光。这是我对你最真诚的祝愿，也是我对你最殷切的期望。谢谢大家。